如果要討論冷戰時期誰是美軍戰鬥機的巔峰之作，各位腦海中一定會想起那架有着標誌性可變後掠翼和不到1分鐘內摧毀2架蘇22實戰記錄的 F-14熊貓。它從1970年代誕生，至今已服役超過半個世紀。就這樣一架本該退休的冷戰兵器，卻還活躍在伊朗戰場上。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伊朗1979年革命前從美國購得的79架 F-14。經過40餘年的制裁和零件短缺，如今可能僅剩不到10架可飞。而在原產地美国，他在2006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，把交接棒遞給了 F-18超級大黄蜂。不過他的光輝歲月不會被人遺忘。2026年5月1日，美國參議院通過了獨行俠法案，要求將封存在亞利桑那州飛機墳場的最後3架 F-14D 轉移至阿拉巴馬州的美國太空與火箭中心博物館，並授權其修復其中1架，用於航展和紀念活動。作為一線戰鬥機的 F-14已然落幕，未來的它還將以文物形式繼續傳播美國精神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這架 F-14熊貓。F-14誕生於60年代末期，那時蘇聯發展出了一套專門針對美國航母戰鬥群的戰術，用大量遠程轟炸機和潛艇發射反艦導彈，在同一時間從多個方向發動攻擊，讓航母的防空系統瞬間過載。美國海軍急需一種全新的攔截機，能夠在遠距離上同時應对多個目標，將威脅扼殺在航母防禦圈之外。當時的國防部長羅伯特·麥克納馬拉要求海軍與空軍共同參與 TFX 計劃，以節省研發成本。可空軍研發出來的 F-111是一架戰鬥轟炸機，根本無法滿足海軍對防空截擊機的要求。為此，通用動力與格魯曼對 F-111進行漸載化改造，推出了 F-111B， 以滿足航母起降的需求。但 F-111B 有着2個致命問題。首先，為了同時滿足空軍的結構強度和海軍的艦載要求， F-111B 變得異常沉重，超重和阻力導致其航程比海軍要求低了 30%， 且機動性無法滿足海軍對近距格鬥的需求。时任海軍中將托馬斯·康諾利直言，就算集結全天下的力量，也不足以讓 F-111B 成為海軍需要的戰鬥機。它的試飛過程更是充滿悲劇。1967年4月21日，一架 F-111B 在起飛後，因进气道整流罩位置選擇開關設置不當，導致起落架手柄收起時，活動整流罩關閉，造成發動機失去進氣失效而墜毀，2名飛行員不幸遇難。1968年9月11日，另一架原型機也墜入太平洋，導致2名試飛員喪生。接連的失敗和慘劇，加上 F-111B 惡名昭著的綽號海豬，徹底耗盡了國會的耐心。截至1968年5月，在生產了5架原型機和2架預生產型後，國會正式終止了 F-111B 的撥款，批准海軍發展替代機種。隨即，海軍正式提出 VFX 計劃，要求一款雙座雙引擎空優戰機，格魯曼、麥道等公司參與競標。1969年1月，海軍選擇了格魯曼的設計。由於時間緊迫和預算緊張， F-14沿用了 F-111B 的 TF-30 引擎，但機身結構進行了徹底的重構。為了節省時間，研制跳過了多輪原型機驗證流程，直接制造實機。1970年11月21日，在批出合同後僅22個月， F-14首次試飛，於1974年正式服役，用以取代 F-4鬼怪式戰鬥機。它從一開始就被設計為航母戰鬥群的最外層防線，可以在數百公里外攔截敵方轟炸機或反艦導彈發射平台，並將其摧毀。F-14成為冷戰傳奇，離不開幾項當時獨一無二的技術優勢。就比如它那對科技感十足的可變後掠翼，這也是它最顯眼的外觀特徵。機翼後掠角可以在20度至68度之間自動調節，停泊時更可達75度。這個設計讓 F-14在不同高度和速度下，它都可以維持最佳升阻比。低速時展開機翼獲得升力，超音速時後掠翼機翼降低阻力。翼展完全展開時達 19.54 米，收起時僅 10.15 米。這種設計使 F-14能同時滿足航母低速起降和超音速機動的需求，但代價是結構極其複雜，維護工時驚人，飛行1小時往往需要30到60小時的維護。不過在海軍眼中，這種投入換來的性能優勢值得付出。F-14的引擎布局打破常規，2個獨立發動機分別置於機身兩側，與中央的扁平機身共同構成3洞體設計，使 F-14的有效翼載荷低至234千克每平方米。作為對比， F-16C 的翼載荷是431千克每平方米， F-22则是377千克每平方米。
這種設計讓 F-14在重型戰機中擁有了極為出色的機動性能，低速時輕盈靈活，高速時穩定可控，配合可变后掠翼在不同速度下優化升阻比，使得 F-14虽然體重超過33噸，卻依然能在空戰中展現出驚人的敏捷性。當然，作為攔截機， F-14的主要目的是在遠距離攔截蘇聯噴氣轟炸機或潛艇。為此 ，F-14裝備了當時最先進的波段脈衝多普勒雷達，功率高達10千瓦。它可以同時追蹤24個目標，並攻擊其中6個，是當時最強的空戰雷達。為滿足多目標打擊需求，美軍給 F-14量身定做了一款遠程殺手 ARM-54 不死鳥遠程空導彈。這種導彈重達460公斤，理論最大射程可達190公里。F-14最多同時可掛載6枚導彈，6個不同目標同時攻擊。F-14還擁有當時獨有的資料鏈，能夠與同行友機分享雷達探測到的目標信息。這種多目標同時接戰的能力，使 F-14成為當時全球唯一能攔截飽和攻擊的空中平台。不過，使用這份力量並非沒有代價。首先是導彈，1枚不死鳥的重量相當於3枚普通雷達彈。掛載6枚不死鳥的 F-14，僅導彈總重就高達2760公斤，無法在航母上降落。再就是引擎 ，F-14A 最開始使用的是2具 TF30引擎，這個引擎本來是給 F-111用的，最大速度可達2.34馬赫，這個速度甚至超過了 F-35和 F-22。但 TF30引擎的問題同樣致命，因為是直接移植，大仰角狀態下容易失速、喘震甚至停機。且在飛行途中，如果一台引擎損壞，會進入嚴重的偏航失控狀態，甚至演變成無法改出尾旋。直到後期型號 F-14B 和 F-14D 換裝了推力更大、可靠性更高的通用電氣 F-110 GE400引擎，飛行員才不用擔心快速推油門時引擎熄火。可當時的國防部部長認為升級成本過高，強行叫停了 F-14的改進產線，轉而選用性能遠不如 F-14的 F-18戰機作為替代，導致新式 F-14只生產了93架左右。這個換裝 F-18的決定在後續的阿富汗戰爭中暴露了其弊端。不過我們在這裡不詳述 F-18的故事，將重心放到 F-14本身。與自家兄弟 F-15鷹相比， F-14在多目標攔截能力上擁有絕對優勢。F-15雖然機動性略勝一籌，但它的雷達早期並不具備多目標同時鎖定能力。直到1991年 ARM-120 先進中程空对空導彈和 APG-70 雷達服役之後， F-15才擁有了多目標交戰能力。F-14是在1974年服役之初就擁有這種雷達和導彈。與死對頭蘇聯的 MiG-25 呼夫相比， F-14的機動性和雷達系統全面佔優。MiG-25 雖然飛得快，但機動性差，雷達簡陋，更多是一款針對高速攔截轟炸機的高空截擊機，而非真正的空優戰鬥機。F-14的核心價值在於，它是那個時代唯一能同時攔截多個目標的艦載戰鬥機，在航母防空體系中是不可替代的角色。1981年8月18日的第一次西德拉灣衝突中，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單方面宣布西德拉灣為利比亞領海，警告所有外國軍事力量不得進入。然而美國拒絕承認利比亞的單方面主張。根據國際法，一國領海通常只有12海里左右，因此美國堅持認為西德拉灣的大部分水域屬於国際海域，並持續在這一爭議區域進行軍事演習，以維護航行自由。當時2架隸屬 VF-41中隊的 F-14在地中海西德拉灣上空執行巡邏任務，與2架利比亞蘇阿爾攻擊機相遇。雙方一開始只是互相試探，但利比亞飛行員無視警告，率先開火，發射了一枚 K-13空对空導彈。F-14展現了極高的機動能力，成功規避後，以 ARM-9L 響尾蛇導彈還擊，2架蘇22連8分鐘都沒撐住就被全部擊落。他的第2次實戰擊落是在第2次西德拉灣事件，距離上次衝突不到10年。當時美國懷疑利比亞為了實施恐怖主義行徑，正在拉布塔秘密建造一座化學武器工廠。時任總統里根也表示，不排除對相關目標採取軍事行動，並派出美國海軍約翰肯尼迪號航母在克里特島附近海域游曳。1989年1月4日上午11時55分許，2架 F-14和1架 E-2C 鷹眼預警機正在地中海南部空域執行巡邏任務，發現2架利比亞米格23戰鬥機正向航母編隊方向飛來。F-14接到命令前往攔截。E-2C 發現米格23掛載了 AA-7 頂點和 AA-8 蚜蟲空導彈，具有攻擊能力。面對利比亞戰機的持續逼近和鎖定威脅， F-14編隊獲得交戰授權。
在雙方相距約10海里時，長機先後發射2枚 AIM-7 麻雀導彈，第2枚導彈成功擊中並摧毀了一架米格23。與此同時，僚機在更近的距離發射了1枚 AIM-9 相位射導彈，準確命中另一架米格23的尾噴管，將其擊落。整個交戰過程僅持續不到8分鐘。不過 F-14 最大的實戰舞台不在美國海軍，而是在伊朗。1970年代，親美的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，為應對蘇聯在高加索地區的空中壓力，向美國訂購了80架 F-14A 及714枚 AIM-54 不死鳥導彈。1976年1月首批交付，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時，伊朗已接收79架 F-14。革命後，美國中斷了所有技術支持和零件供應，大量 F-14的專業人員被清洗。但當1980年9月兩伊戰爭爆發時，伊朗革命政府又被迫重新啟用經驗豐富的飛行員，通過拆解停飛機體和逆向工程維持 F-14機队運轉。在整個兩伊戰爭中，外界估計伊朗的 F-14擊落了超過160架敵軍戰機，其中有蘇制戰機和法國幻影戰機。雖然敵軍聲稱有70架 F-14被擊落，但外界估算真實的戰鬥擊落和非戰鬥因素損毀合計約12至16架。這些數字足以說明 F-14在空戰中的壓倒性優勢。伊朗甚至啟動了大規模的逆向工程計劃，生產本土化的零部件、机載系統乃至導彈，包括法庫爾90，也就是 AIM-54 的伊朗仿制版。到2000年代初期，仍有15至20架 F-14在伊朗服役。据軍事資料記載，在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，99架 F-14共執行了4124次飛行任務。同年2月6日，一架 F-14A 還用響尾蛇導彈擊落了一架伊拉克米8直升機。此後 F-14還參與了1995年北約轟炸波黑、1998年沙漠之狐行動、1999年科索沃戰爭，以及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軍事行動和森染行動。在阿富汗行動中， F-14還首次投放了聯合直接攻擊彈藥，執行轟炸任務。這是從攔截機到全能打擊平台的重大提升。F-14也憑借這種多任務能力，一直服役到2006年才退役。隨着時代發展， F-14在2006年9月22日正式從美國海軍退役，但他離開美軍後的故事還沒有結束。伊朗是目前全球唯一服役 F-14的國家。由於長期国際制裁，伊朗無法獲得任何原廠零件，但伊朗從1980年代起推動自給自足聖戰，通過逆向工程和国內制造，成功生產了部分 F-14備料，包括液壓系統零件、起落架組件、航電板等。伊朗對 F-14進行了超過300項修改，部分升級為 F-14AM 型，換裝國產航電設備等。但複雜核心零件如 TF30 發動機、AWG9 雷達關鍵模組仍然依靠拆東牆補西牆維持飛行。據航空分析，在2026年3月到6月期間，伊朗多個機場被敵軍空襲，並摧毀了多架 F-14，並有媒體公布了德黑蘭機場停機坪上2架 F-14被摧毀的畫面。不過，一些分析人士對該戰果持懷疑態度。也有專家指出，有些被摧毀的戰機僅僅是停放多年的空殼，甚至出現了將 F-5殘骸誤認為 F-14的情況。更誇張的是，2026年3月公布的空襲畫面中，被炸的戰機紋絲不動，後來經媒體證實是畫在停機坪上的塗鴉。與此同時，2026年6月仍有視頻顯示，伊朗 F-14執行攔截任務後降落在伊朗法罕基地，這架冷戰傳奇依然在飛。在美伊衝突升級的背景下，為防止伊朗通過非法渠道獲取 F-14零件，美軍在 F-14退役後採取了極其決絕的措施，絕大多數退役的 F-14被徹底拆解銷毀。到2024年，戴維斯蒙森空軍基地目前僅存6架 F-14，被保留的 F-14均已拆除關鍵設備，僅作為靜態展品或紀念用途，不具備零件供應價值。但美國並沒有忘記它，一項法案讓 F-14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成為活傳奇。2026年5月1日，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由蒙大拿州共和黨參議員蒂姆·西伊發起的獨行俠法案。該法案要求將目前封存在亞利桑那州飞機墳場的3架 F-14D 轉移至阿拉巴馬州的美國太空與火箭中心博物館。法案中明確授權，至少將其中1架恢復安全飛行能力。屆時，該機將拆除所有武器火控系統，修復後可用於航空展和國家紀念活動，但嚴格禁止恢復任何作戰能力。正如一位曾在 F-14上退役的老兵所說，沒有一架飛機能飛得過熊貓，它在1/4英里的半徑內轉一個圈。當最後幾架伊朗 F-14也耗盡壽命時，熊貓作為一線戰機的時代將正式落幕。
但在美國，它將作為文物重新飛上藍天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它的傳奇。本期關於 F-14熊貓戰鬥機的傳奇故事就講到這裡。最後有2個問題想和各位討論：伊朗在沒有原廠支援的情況下，通過逆向工程和拆東牆補西牆，維持 F-14飛行超過40年，這到底是伊朗工業能力的勝利，還是 F-14設計本身過於皮實耐用？當美國決定讓最後一架 F-14重新飛上藍天時，它不再攜帶武器，只參加航空展和紀念活動，是否說明了它在美軍歷史上的地位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歡這期分析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並轉發。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